这个女人正在睡觉，下一秒，她的项链动了一下，紧接着衣角被掀开。然后第一颗扣子被解开，此刻的女人正在美梦中回味，然后是第二颗，紧接着。女人叫小花，是大壮研究所的一名医生。大壮是一个科学天才，在军方的支持下，正在研究一种能让人体隐形的技术。他先利用动物做实验，成功让许多动物隐形，只有带上热视仪才能看到它们的存在。此刻大壮正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，那就是让隐形的动物没有任何伤害的再还原回来。他尝试了无数次，都以失败而告终。就在这天，大壮与往常一样，正在偷窥对面女神洗澡，可每次到关键时刻，窗帘总会挡住视线。大壮非常失望，在屋内徘徊。可突然，他好像想到了什么，抓紧时间来到电脑旁边。他对着电脑就是捣鼓，一顿操作之后，大壮紧张地看着电脑显示结果。结果显示，模型搭建成功。大壮露出久违的笑容，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女友，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她。然而此刻的女友正在隔壁老王床上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此次的实验对象是一只大猩猩，大猩猩已经被隐形了，一针管药剂注射下去，红色药剂瞬间流入心脏，大猩猩内脏逐渐显现出来，接着是头部轮廓。就在大壮感到自豪时，电脑显示数据异常，大猩猩开始强烈的挣扎，慢慢心跳逐渐停止。好在抢救及时，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，虽然过程有些惊心动魄，最后实验还是获得圆满成功，大家高兴地拥抱在一起。可大壮并不想停在此处，在跟上级领导汇报时，他并没有将实验成功的结果告诉他们，因为一旦那样做，实验室就会直接被接管，那这个实验就只能止步于此。此刻一个更疯狂的计划在大壮心里萌生。男人脱光光，女人尴尬地低下了头，男人躺在床上，老王拿出蓝色药剂，大壮接过药剂，自己开始注射，随着液体进入身体，下一秒，大壮的皮肤开始慢慢溃烂，心跳也在急速上升，大壮也变得异常痛苦，他的皮肉在慢慢的消失。随着数据逐渐稳定，大壮也在渐渐隐形，仅仅剩下一身骨架，接着就完全消失不见。就这样，大壮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透明人。大壮的隐形时间要维持3天。刚开始，大家面对隐形的大壮还感觉挺新鲜的，可很快他们就知道了隐形人的恐怖之处。晚上大家轮流守夜，小花却在守夜时睡着了。接着大门被推开，然后大壮撩了一下小花的头发，他的手越来越不老实，竟大胆地解开了小花胸前的扣子。小花在睡梦中惊醒，捂着胸口感到害怕至极。这时刚好看到大壮回到了床上，他怀疑是大壮的恶作剧。紧接着其他的女同事也都遭了殃，黑姐吓得不带着热视仪根本不敢去上厕所。小美知道她的脾气，并没有跟她计较，她只是走开了。吃饭时大家都在讨论，说透明人根本不应该存在，如果他一直可以为所欲为，那简直太可怕了。可他们并不知道，他们的交流都被隐形的大壮听见了。很快3天的时间过去了，大壮也要接受显形实验，可药剂刚注射进去，大壮的身体就开始异常。他告诉小美，他完全不能呼吸了。经过大家及时抢救，有惊无险，可实验却失败了。大壮还是维持在隐形状态。为了大家着想，他们给大壮做了个面具头套，虽然丑了点，但好歹有个人样，女同事也不用再提心吊胆了。可大壮被憋在实验室时间久了，变得越来越暴躁。这天晚上，大壮实在憋不住了，不管小胖说什么，他非得要出去。无奈的小胖只好将这件事告诉小美。大壮回到家里，与往常一样偷看美女在换衣服，可在关键时刻，窗帘再次被拉上。就在这时，大壮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一股邪恶的想法油然而生。这个男人是个偷窥狂，他正在偷看美女换衣服。然而在他看得最起劲时，窗帘却被无情地拉住了。可男人看到镜子里的自己，一个邪恶的想法顿时冒了出来，不一会儿功夫就按响了美女的门铃。美女透过猫眼看去，门口空无一人，就没有理会。可他刚想走开，门铃再次响起，他直接把门打开，可还是空无一人。美女以为是恶作剧，就没放在心上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此刻隐形的大壮已经来到房间，他上来就直接将美女按倒在床上，强行和美女做了少儿不宜的事情。房间里只能听到美女痛苦的叫声。另一边，小美来到大壮家里，在这里她并没有发现大壮，只发现了他的头套和随身衣物。此刻完事的大壮看到小美，他知道要坏事儿，抓紧时间回到实验室，几人整装待发，准备去抓他。大壮告诉他们不要大惊小怪，我只是回家拿了点东西。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。体验过一次罪恶感的大壮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。此刻他看到旁边的热感摄像头，顿时来了主意。大壮出来的第一时间就来看看小美，没想到却撞到了他正和老王亲密。当他们正准备进一步交流时，大壮直接一板砖将玻璃砸碎。就这样，两人的好事被无情的破坏了。气愤的小美赶到实验室，用手一摸，果然大壮已经不在这里了。原来大壮改变了热摄像头的程序，一直播放那一段画面。小美意识到事情不妙，于是她打电话向将军汇报了情况。大壮则抢先一步来到将军家里。此刻将军正在游泳池旁边抽烟，大壮上来就把将军推进泳池，他用尽力气把将军按在水里。不一会儿功夫，
将军就没了气息。大壮也抓紧时间溜之大吉。等家人发现将军已经在水里领了盒饭，大壮已经彻底黑化，他要清理掉所有人。首先遭殃的是黑姐，等几人赶到时，黑姐已经领了盒饭，接着是小胖。大壮抓住小胖的脖子，任凭小胖怎么挣扎也无济于事，一把将小胖丢出。小胖撞到了一旁的铁器，领了盒饭。接下来是小花，最后老王也被他刺伤，连同小美一起都被他关进了冷藏室，将温度调到最低，打算活活冻死他口中的这对狗男女。做完这些还远远没有结束，他准备将实验室炸毁，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了。但作为科学家的小美也不是吃素的，她将电线缠在把手上，做了个简易的强力磁铁，靠着电磁铁的强大吸力打开了门锁。她拎起一个氧气瓶就去找大壮算账。此时大壮把自己打扮的西装革履，安装好定时炸弹，正准备潇洒的离开这里。小美拿着氧气瓶冲了出来，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顿喷，大壮全身的衣物都被烧光了，人瞬间消失不见。小美喷火将消防栓头引发，大壮却不讲武德，直接搞偷袭，接着紧紧踩住他的脖子，准备将他活活踩死。就在这时，老王赶到，一个大闷棍把大壮敲倒在地，但大壮并没有领盒饭，他爬起来就准备搞偷袭，但是被老王一把推倒，没想到铁棍打在了电闸上，电流通满全身，大壮被电得倒地不起。最后在实验室爆炸之前，老王和小美通过电梯口爬了出去，从此两人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故事到此结束，关注我，给你不一样的电影体验。